我抽到大王了，小王在哪里？这儿，这儿。是周淼，这个名字一出，又是一阵幸灾乐祸。终于轮到你了，周淼。哈哈哈哈！等这一刻，等了很久了。大冒险，必须大冒险。此时话题的主人公大叉着腿坐在沙发上，修长的手指捏着那张小王，皱着眉看了两眼。来吧，拿了大王牌的人没有随意指定大冒险内容，而是从游戏牌中抽了一张，然后将上面的内容念了出来。与你左边第4位的人接吻。是谁？谁这么好运？和校草接吻。一群人数来数去，最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气氛霎时间安静了下来。而此刻的我窝在沙发里，一眼瞧见了周淼皱成川字的眉。安静半晌，最后有人开口：要不算了。哇，玩不起吗？凭什么算了？那换个人。他是个男的，而且他的话虽然没说完，但是在场的人都知道。而且我喜欢男人。可周淼是个超级恐同。提出换人的是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岳悠悠，众所周知，他喜欢周淼。他的意见有不少人赞同，也有人拒绝，就一个大冒险而已。玩游戏就得放开点。亲，这话一出，气氛突然就上来了。紧接着更多的人开始起哄。亲，亲，亲。我抬眼往周淼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他也正在看我，就是眼神有点凶。我也弯着嘴冲他假笑。你选的大冒险，对我凶什么？有本事翻脸走人啊！下一秒，周淼猛地起身，然后冲到我面前，吓得我一愣。1.9米的个子站着，挡住了我身上全部的光。抬头看去，视觉压力大得很。他低着头，像只被逼上梁山的老虎，咬着牙问：能不能亲？四周已经安静的连呼吸声都能听见。周淼的眼神死死的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。哟，这么猛？我咧嘴一笑，能啊。话音一落，高大的身影就压了下来，唇上的热意触即分离。然后周淼这头老虎瞬间直起身子，冲出了包厢，只留下一地的冷嘶声。还没回到宿舍，这事就在学校贴吧疯传了出去。好友白帽就在微信问我：沈墨，你真和周淼亲了？卧槽，什么感觉啊？你也太牛了吧！周淼可是全校灵眼里的天才，没感觉就碰了一下。可恶啊！你们俩要是内部消化，真是我们 A 大 gay 圈的一大损失。想什么呢？他恐同，话题就此打住。我也慢悠悠的走回了宿舍。之前亲了就跑的人，此刻正从洗手间出来，湿漉漉的头发被毛巾搭着，浑身穿得严严实实。周淼一看见我，连头发都没吹，就脱了鞋窜上了床。室友宇文瑞走过来，悄声问了一句：你们吵架了？我摇头，他这样子是恐同又犯了吧？宇文瑞顿时闭上了嘴。我和周淼是室友，我一直没藏过自己的性取向。有女生和我表白，我也是直接表示自己喜欢男人。所以大学开学不到半个月，我是男同的消息就传遍了学校，更传到这个超级恐同的周淼耳朵里。他刚开学就好像不太喜欢我，后来知道这事，更恨不得离我3米远。就像今天在宿舍洗个澡，出来都把自己穿得严严实实，害怕我看到一丁点他宝贵的身体。笑死，我是男同，又不是饿死鬼，饥渴的看到男人就上。拿着衣服洗完澡出来，就撞见正在阳台挂毛巾的周淼。大概是听到我开门的声音，他的动作卡了一下，没回头，只像是响了加速键一样，手上的动作加快，将毛巾放回原位。他这样发神经一样的行为我已经习惯了。擦着头发，我从他身边路过，
然后猛然听到一道深深的呼吸声，紧接着是周淼不可思议的声音：“你怎么不穿衣服？”我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裤衩好好穿着，只是上衣没穿，都是男人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周淼顿时被卡住了话，回头一看，哦豁，气得连脖子都红了。算了，看在大半年室友的份上，我拿着毛巾遮住了胸前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其实我也没想到周淼会在外面。宇文瑞在我进洗手间前已经上床睡了，另外一个室友今天不回宿舍，而周淼在我回来时就滚上床了，更何况宿舍都有床帘，所以在洗手间衣服掉到地上湿了时，想着外面没人，我就直接出来了，哪知道就碰到周淼了。此时身后没了动静，我从柜子里拿出干净的睡衣，转头问：“你上不上床？”“我要换衣服了。”周淼肌肉紧绷，眼神盯着地板，看样子声音都气哑了。“你就不能去洗手间换吗？”我拿着衣服摩擦两下，觉得这人毛病是真多。热，不想去。你到底上不上去？不上去我就换了。说着，我松开毛巾一角，下一秒，一阵风从我身边擦过。周淼迈着大长腿，两步上了床。你说周淼不会被你亲弯了吧？课堂上，白帽凑过来悄声问着，视线还往后面瞅了两眼。你看，他又偷看你了。我翻了个白眼。你是信我是个超级大猛一，还是信他被掰弯了？白帽顿时安静。信你。其实周淼已经这样盯了我有2天了，我怀疑他就是有病。但是由于他的眼神过于凶狠，导致我周围的人都以为我对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把我的名声都要毁了。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问问他，可他就像个智能扫地机器人似的，看到我就绕着道走，连在宿舍都见不到人。每次我睡着了他才回，我醒了他人就不见了，我真是服了。直到今天晚上，我终于逮着机会了。拿完快递回宿舍，就看到前面的周淼。为了防止他看到我再次逃跑，我直接上去一把拉住他的手。周淼猛然回头，看见是我，脸色骤变，我能清晰的感受到他手腕的肌肉变硬，紧接着是他比肌肉还僵硬的声音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松开手，抱歉，就是想找你谈谈，你最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周淼半垂着头看着我，不可否认，他这校草当得名副其实，个子高，脸长得帅，连浑身的肌肉线条都恰到好处。此时我们的距离相隔不到50厘米，他吸气时起伏的胸肌成功吸引了我的眼睛。害怕周淼发现暴走，看了2眼后，我将视线挪到他脸上，然后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周淼他好像盯着我的唇看，还走神了。我的心里顿时咯噎一下，他不会真被亲弯了吧？我谨慎的后退2步，我一动，周淼眼神跟着闪烁，然后慢慢与我对上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没有。”看他不想商量的模样，我只好说的更明白些：“那你把脸上那副凶样收起来。”周淼一瞬间蹙眉，不解的问：“我什么时候凶你了？”我直接气笑了，这2天你都要把我盯出个窟窿了，怎么？难道是在找机会暗杀我？周淼身子一顿，视线滑了2下，最后又落到我的唇上，目光深邃。我没动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半分钟后，他舔着唇出声：“那是我的初吻。”我有点懵，他刚刚说什么了？那是他的初吻？那天晚上那个？原来周淼还是个纯情大男孩。完了，这下得遭天谴了。虽然那也是我的初吻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游戏。可是对于周淼这个死脑筋来说，他一个大直男，初吻给了个男人，这内心得受多大冲击啊！难怪这2天总盯着我，是在想办法暗杀我吧？想着我又觉着不对，这又关我什么事啊？游戏是他输的，嘴巴也是
他自己亲上来的，我都没找他麻烦，他想道德绑架我，没门！我绕着双手无所谓的态度，那你当时自己不拒绝，然后现在找我麻烦？周淼垂着头，像是在思考什么，手臂上的肌肉渐渐塞起。我又退了2步，找了个相对安全的距离。半晌后，周淼破天荒解释了一句：“没找你麻烦，就是在想事情。”我哦了一声，也不想多问，因为我总觉得再继续下去得发生一些超出我意料的事。或许是这次谈话起了作用，周淼再也没在上课时拿眼神戳我，室友关系也恢复正常。也是这时开始，岳悠悠追求周淼的消息一下子传遍学校。晚上刚到宿舍门外，就听他们正聊着，宇文瑞的声音像是在调侃：“岳悠悠那么大的美女追你，你都不心动？”周淼没有出声，我直接推门进去，然后上一秒还板板正正坐在椅子上的周淼噌的一下站起，脱鞋、爬梯、上床，消失，只留下被推的还在摇晃的椅子。我和宇文瑞对视一眼，又默契的一同收回。第二天周末，我和白茂约着今天晚上出去露营，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我背着书包准备出门。宇文瑞探头问了句：“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吗？”我嗯了一声。周末晚上到达露营地点时，我差点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。之前白茂明明说只有我们俩的，现在有着一群人围着热闹的 barbecue。我站在原地，犹豫要不要掉头回去。突然窜出来的白茂一把将我搂住：“终于来了呀你！”他说着将我往人堆里带。等等，我打掉他的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白茂捂嘴嘿嘿一笑，然后指着人群：“大学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谈恋爱。今天你得好好挑挑。”我开始头疼。不用了，上回在 KTV 闹出的事，现在还在校园贴吧里挂着呢。可耐不住白茂的撒娇：“哎呀，来都来了，走嘛！”白茂把我拉到人堆里，刚将我汉坐在位置上，就被叫走了。位置偏角落，我将书包放下，然后打开手机，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，准备做个透明人。好在一晚上，除了被身旁的人投喂几串烤肉外，没人搭理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白茂一群人闹着去爬山，我懒得去，和白茂说了一声就溜了。回到宿舍时，推开门看到的就是一幅美男出浴图。周淼指下半身围了个浴巾，露出整片胸膛，手还握着洗手间的把手，望着我直接愣在当地。这小子防我跟防狼似的。我走进屋，体贴的将这春色关在里面，挑着眉问：“怎么不穿衣服就出来？”回应我的是砰的关门声。宇文瑞掀开床帘，一脸迷茫：“大清早的怎么了？”我忍着嘴边的笑意：“周淼进洗手间呢。”宇文瑞打着哈欠：“这么大动静？”周淼在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身睡衣，还是看不到一丁点身体的那种。习以为常了。我放下书包，往洗手间走去。路过周淼时，被他一把拦住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我看着横在自己面前的手臂，又看了眼周淼还在冒着热气的脸。上厕所。周淼眸子一闪，里面全是热气。再等会儿，真是奇了怪了，他居然为了不让我去洗手间，主动把我拦住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打量了周淼一眼，就见周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脖子红到了耳尖。我懂了，男孩子嘛，大清早的，火气旺正常。周末很快过去，下午我拿着书去教学楼上课，被人叫住。沈墨，回头是熟悉的面孔。我礼貌回应：“学长。”这个学长就是前2天去露营时给我投喂的，叫顾西。顾西上前2步和我同行。好巧，我在3楼上课。你呢？5楼。下午满课。对的。那晚上有时间吗？顾西问的自然。我侧头看了他一眼，有空。顾西笑的时候眉眼是弯的，像冬日旭阳一般，很温和。
那学弟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请你吃饭？我没拒绝。好啊，和顾惜约好晚上吃饭时间，我们一直聊到3楼分开。再抬头时，周淼正站在楼梯口，冷脸盯着我。有毛病？没搭理他，我绕着他进了教室。晚上和顾惜吃完饭，我们互相加了微信，他还将我送到宿舍楼下。白茂趁机发来贱兮兮的表情包，紧接着问约会如何，我回还行。喜欢？算不上，冲就完事。早日脱单。边打字，我一边上楼，然后就感觉前面有个什么东西。抬眼，一道黑乎乎的身影立在那儿。妈的，吓老子一跳！理智被抛至脑后，我破口大骂：周淼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大晚上不睡觉，在这干什么？周淼穿着睡衣，身子挡住大半个楼梯，目光沉沉。半晌没有动静，我收起手机，又无语的问了一句：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别挡路。周淼动了动，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直接拽了上去。毫无防备，我一个踉跄，痛！你干什么？挣扎间，我的后背抵上墙。周淼将我的手举到头上，用一只手困住，另一只手掐住我的下巴，迫使我与他对视。此时的他就像一只发怒的老虎，露出尖牙。你和他约会去了？谁？你说顾惜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先松开我！周淼的脸与我只隔了半个手掌的距离，呼吸喷洒在我脸上，都没地方躲。然后我就听见周淼冒出了一句我不太理解的话，他说：你得对我负责。我满脸问号，负责？负什么责？周淼顿声，我的初吻，这话直接把我气笑了，怎么负责？还你一个！话音一落，我明显的感受到周淼的呼吸加重。不是吧？他来真的？眼见着周淼越来越近，我急忙出声阻止：停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周淼的声音哑了下来：亲你！我亲你个大头鬼朝亲！放开我！我不！你明明说能亲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那天晚上你跟我玩心机呢。说着，周淼拉开距离，眼神却没离开我的脸，喉咙滚动的声音此刻异常清晰。我喜欢你。被这扑面而来的告白，我直接懵了。你说什么？周淼一字一顿的重复。我喜欢你。周淼的手松了下来，我顺着摸了下他的额头，也没发烧啊。怎么说胡话？周淼没动，眼睛就死死的盯着我，像极了那天在包厢里的场景。我的心跳渐渐加速，在即将要被发现时，猛地将周淼推开。这次轮到我落荒而逃了。然后第二天，周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大早上出门跑步，回来还给我带了早餐。洗澡也不穿睡衣，裹个浴巾，先在外面溜达2圈。看得宇文瑞都睁大了眼睛，他这是刺激过头了，还是病好了？我无奈扶额，拎着早餐放回他桌上。我问：你到底想干嘛？周淼慢条斯理的扣着衣服，洗发水的香味飘散。他正了脸色，想追你。周淼的声音一点都没收。一旁的宇文瑞惊得嘴里的包子都掉了。我深舒一口气，骂了句神经病。到了教室，座位上的白帽跟我招了招手。我走了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白帽小嘴开始巴巴，昨天怎么突然不回消息了？我还想听听你们约会的细节呢。说到约会，就不免想起周淼。我头痛扶额，还没开口解释，一道身影在我旁边坐下。四周在一瞬间安静了，连白帽都作证了。我侧头一看，周淼将课本放到桌上，一副啥事没有的模样。手机叮咚一声，是白帽的消息轰炸。我擦，你们他周淼这是咋了？他之前看到你不就是老鼠看到猫吗？你们发生什么了？和白帽简单解释了2句。他突然安静。你不会真对他做了什么吧？我无语。做什么？
他1米9的大个子，一拳就能将我抡倒。我做什么？啧，直男变弯，要么怂，要么杠。他这是刚上来啊！你小子福气真好。白帽的混话我一个字都不想回，但是他说的没错，周淼他和我杠上了。这几天他就像彻底放飞了自我，丝毫不避讳。于是他在追我的消息成功使学校贴吧炸了。微信有消息进来，是顾惜，最近出了部星际电影，我听说你很喜欢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我想了想回复，最近课业有点多，可能没时间爱。好吧，那中午吃饭总有时间吧？顾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我回头，他拿着手机笑着摇了摇，给个机会，学校食堂。我和顾惜打完饭刚坐下不久，就见周淼向这边走来，然后超级自然的在我身边坐下，慢条斯理的开始吃。算了，不生气。结果饭还没吃上2口，又来了个不速之客。岳悠悠拿了瓶饮料，贴心的放在周淼面前，语气温柔的问：周淼，今天晚上的篮球队聚会，你会来吧？周淼毫不留情的将饮料推走，没回他的话。岳悠悠也不尴尬，笑着走了。吃完饭，顾惜有事先走了，而周淼不知道从哪变出来瓶水递给我，我没伸手，只说了句谢谢。周淼低着头，语气有些闷闷：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呢。紧接着周淼又说：你答应和他一起吃饭，却连我的水都不愿意喝。明明他和我一样都在追你，然后偷偷看了我一眼，像只收了尖牙的老虎，可怜巴巴的。我怎么回事？之前气势汹汹的周淼呢？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吓人！我迅速溜了。下午白帽和我说，贴吧里关于我的帖子都被删了，还特意给我截了个图，是周淼实名发的帖子，没说什么，只发了几张图，里面全是在贴吧抹黑我的那些人的 ID。 白帽发来感叹：哇去，周淼可真酷啊！这下他们安静的像被掐住脖子的鸡。我往周淼的床位找了眼，他不在，应该去篮球场训练了。晚上正准备睡觉，白帽一个电话打来，我捡到周淼了，你快来接他。我一整个疑惑，周淼，我为什么要去接他？还有，你们是室友吗？快点哈，就在宿舍楼前的花坛里，我还得出去约会呢，你不来，他今天就睡花坛了。电话被迅速挂断，我现在有点烦躁。宇文瑞自从上次被周淼吓到后，周末基本上不在宿舍，另一个室友更别说了，都直接不回来了。现在宿舍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人我要不要去接？算了，看在室友的份上，我拿起钥匙出门。到白帽说的花坛时，只有周淼一个人趴在那里。白帽说到做到，真就不管了。我叹着气上前推了推周淼，醒醒。周淼撑着身子抬头，看见我后眼睛一亮，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。这喝的也太多了吧，醉成这样。我伸手扶住，周淼没有顺势卸下力，而是一只手紧紧捏住我的手腕。干什么？你要留在这里过夜？周淼半垂着眼，头发有些凌乱，显得他此刻乖巧了起来。他摇了摇头，说：不跟你走。那就回宿舍。周淼点头，好，看他一副任我搓磨的样子，还挺听话。好不容易把周淼带到宿舍，将他推进洗手间。你洗个澡。一身酒味，周淼乖乖进去。没一会儿，花洒水声响起。1刻钟后，周淼镶着浴巾出来。我将他的睡衣塞进他手里，换上睡觉吧。周淼捧着睡衣没动，可能是刚刚洗完澡，睫毛上还挂着水汽，就呆呆的看着我。好吧，随便你在哪里换，我现在上床。说着，我准备爬床，然后被周淼抓住右手，直接压到了他的胸肌上。他说：给你摸。我的手瞬间僵硬。周淼歪头：你喜欢给你摸？我偷看他胸肌的事被发现了。
上天有眼，我真的只是欣赏，没有意淫啥的，更没有想摸啊。走神之际，周淼捏着我的手，还使劲蹭了2下，蹭得我指尖发麻。我慌忙的收回手，催促他摸什么摸，快去睡觉。被我一催，周淼眼神落寞下来。你不喜欢吗？这我要怎么回答？想了半天，最后折中道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。你赶快睡觉好吧。周淼不动。我也是，居然想和一个醉鬼讲道理。我先一步退让，喜欢。周淼听完嘴角就扬起来了，笑起来傻傻的。那你再摸摸。摸完你就能睡觉吗？深吸口气，我抬起自己的爪子，迅速在周淼胸前碰了一下，然后老脸一热，好了，快去睡觉。周淼笑着，眼睛一直没从我身上挪下。我好喜欢你。我脸上的热意逐渐上升。知道了，赶紧去睡。周淼继续说，我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只喜欢你一个人的那种喜欢，妖兽了。醉了的周淼怎么这般磨人？好不容易才将周淼哄上床，我沾着枕头就睡了。再醒来时，周淼人已经不在宿舍了。等我洗漱完，他正拿着早餐回来，然后将早餐放到我桌上。我还没出声，他先一步说昨天晚上谢谢你。所以他什么都记得。算了，反正丢脸的也不是我。白帽对八卦真的过于热衷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。听说昨天岳悠悠找人灌醉周淼，和他表白，然后直接被推开了。我捂着话筒，看着正在吃饭的周淼，然后戴上耳机。岳悠悠还拉踩你？我真是服了呀，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啊？我嗯了一声，表示在听。白帽接着问，话说你昨天和周淼怎么样？自从他知道周淼在追我后，就非常热衷撮合。我模糊的回了一句没咋样。白猫哦了一声，也不追问，又聊了几句，约着下午去外面逛逛。挂掉电话，脑海里不禁浮现起昨天的场景，脸又开始发烫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脸，安慰的想，人生在世，谁不好点色？除非你是圣人。买了些衣服，回来10天已经黑了。路过篮球场时，白帽往里面探头看了2眼，周淼好像在里面挨。正在他说话之际，我听到一阵风声，回头，一个球体直接砸到我的额头，我当场身子一偏，球体落地还弹了2下。是个篮球。沈墨，白帽喊着将我扶住，你没事吧？脑袋一阵眩晕。白帽声音急促，快去医院。说着将我扶起来。没走2步，一阵跑步声渐近，下一秒我双脚腾空，被人抱了起来，一只手托住我的脑袋，轻轻的搭上一个肩膀，是周淼洗发水的味道。周淼力气大，个子又高，不是将我公主抱，而是一只手托住我的大腿和腰，另一只手撑着我的背，手掌在我额前虚虚的搭着。在周淼一路上的喘气声中，我被送到了医院。一番检查下来，是轻微脑震荡，照了 CT，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得多卧床休息几天，让我在医院先观察1个晚上。病房里，白帽忍不住咒骂，岳悠悠是个傻逼吧，拿篮球砸人。报警，必须报警。头晕伴随着恶心感，我不想说话，用点头赞同了他的提议。白帽拿着手机出去了，屋里就只有我和周淼。他的脸色又变凶了，还有些阴沉，背后也被汗水浸湿。见我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他走到病床前，不舒服吗？先睡会儿，我守在这里。我眨了2下眼睛，然后安心的闭上，睡了过去。第2天出了医院，顶着头上的纱布就去了警察局。篮球场有摄像头，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故意砸的。岳悠悠狡辩了2句，最后还是承认了。在警察的调解下，岳悠悠道歉并赔偿，还被学校记了个警告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了，谁料刚出警局，
月悠悠又开始闹腾。他走到周淼面前，一副可怜的样子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周淼扫了他一眼：“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”月悠悠撇着嘴没动。我也不稀罕他的道歉，叫着周淼走人。谁知他发了疯一样冲了过来，指着我骂：“都是你这个骚货，勾引周淼，不然我也不会打你。都是你的错，脑震荡的是我，怎么脑子有问题的是他？”手腕一热，周淼直接拉住我的手，挡在我前面，语气带着怒意：“嘴巴干净点。”月悠悠疯得更厉害了：“周淼，你还帮他说话？要不是他勾引你，你也不会喜欢男人。”周淼再次警告：“我不想打女人，但事不过三。”月悠悠大概被吓到了，硬着嘴继续道：“难道喜欢男人不恶心吗？”我忍不住笑出声：“怎么，你喜欢的不是男人？还是周淼不是男人？”月悠悠顿时瞪了过来，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勾住周淼的脖子：“能不能亲？”周淼瞳孔放大，一时呆住了。我笑着将他的头压下，狠狠的亲了一口。喷的一声后，我问周淼：“喜欢男人的感觉怎么样？”周淼唇角上扬：“喜欢你的感觉非常好。”月悠悠脸色铁青的气跑了。我松开搭在周淼脖子上的手，被他又牵住放了回去。他直接勾住我的腰问：“然后呢？”我无辜道：“什么然后？”周淼蹙起眉：“你刚刚亲我了。”哦，然后呢？周淼安静半晌，眼巴巴的说了一句：“你得负责。”我欣然同意。好啊。周淼却有点不可置信：“真的吗？”我点头：“真的。”你是我男朋友了。那你现在把那个叫顾惜的删了。我和周淼在一起的消息，白茂第一个知道。当即一个电话打来过来，我就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哼哼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？那你真聪明啊。别埋汰我。对了，之前那个学长呢？跟他说清楚了。那就好，周淼可醋他了呢。我疑惑：你怎么知道？白茂嘿了一声：你想知道？说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。来不及等我思考，就被周淼打断。他从后面托起我的头，直直的亲了下来，一边和我接吻，还一边挂掉我的电话，亲得我快吸不上气，他才松嘴。他又在我耳边蹭了两下，说：我们不管他好不好，实锤了，这两个人肯定有事瞒着我。周淼番外，我叫周淼。今天大学开学，我拖着行李走进宿舍时，已经有室友在清理床铺了。他见我进来，回头笑着和我打着招呼：你好，我叫沈墨。他长得很好看，笑起来更漂亮了。我有些看呆了，嘴巴自动回应：你好，周淼。他点点头，然后继续铺自己的被子。弯腰时，T 恤被带了上去，露出腰间一抹白皙的皮肤。我很快扭头，可那个场景之没忘掉。我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奇怪，还很失礼，所以我刻意的避开他，想把那抹白色从脑海中抹去。可还没等我忘记，就听说他是喜欢男人的，这让我有点害怕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有男同学向我表白，还想强吻我，他直接扑了上来，身上还带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虽然最后我躲开了，但是他死死拽着我的手臂的触觉和那个气味，让我一个暑假都在犯恶心。从那开始，我听到 gay 这个词就会忍不住厌恶，所以我对沈墨更加敬而远之。可能是我行为太过激，导致班里人都以为我讨厌沈墨。为了解开这个误会，我对外明说我恐同，但是随着和沈墨的接触，心里的恐惧也渐渐消失。沈墨他总是干干净净的，很香，笑起来很好看，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乖乖的，有些时候又有点小迷糊，偶尔会使点小坏。我感觉自己一见到他，心跳就会加快，让我忍不住想要逃离。直到那天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我抽到和他接吻，我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。沈墨他还看着我，
我满脑子都是想亲他，好想亲，好想亲，好想亲。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，冲了上去。我自己的语气很僵硬，但是我控制不住。亲完后，我只感觉他的嘴巴好软，舔了一下唇上的余温，还有点甜，想再亲一次。可是习惯让我一见到他就忍不住躲起来，但是我又忍不住偷看他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他突然拉住我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凶。我很凶吗？我从来没凶过他，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？我心里有点失落。他还说我偷着他是想暗杀他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亲他。话到了嘴边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说，只蹦出来一句那是我的初吻。沈墨听完后看起来有点生气，我不敢再提。也是那时，我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喜欢他。于是我开始学会控制自己的视线，控制自己看到他就想躲的行为。我开始照镜子，学会表情管理，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凶。我喜欢沈墨，我想追他，可我还没开始，就看到他被一个男生叫住了，然后有说有笑的，还约着晚上出去吃饭，心里有点闷闷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床上翻滚了许久，沈墨一直没回来。睡不着，我起身出门，正巧看见他们回来，那个男生还送他回宿舍。我有点生气，忍不住问他，他却说不关我的事。怎么能不关我的事呢？我们都接吻了。我说要对他负责，但是他好像不想对我负责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表现的还不够喜欢他。我通宵在网上学了很多攻略，追了2天，默默好像开始躲着我。他和那个叫顾惜的走得越来越近了。正当我暗自着急时，他的好朋友白茂主动找到我，说可以帮我追他。白茂说默默喜欢听话一点的，要我不要逼得太紧，说默默心很软，要适当的装可怜。我学会了。正好那天中午，默默和那个顾惜吃饭，我就跟了上去。那个叫月悠悠的真的很烦人，而且那个顾惜吃饭还对默默眉来眼去的，很烦。吃完饭，那个顾惜就不见了。默默嘴巴干干的，看起来有点渴，我就去给他买了水，结果他不愿意收，有点委屈。想起白茂的话，我就试了一下，结果默默跑了，那个白茂一点也不管用。晚上篮球队聚餐，一群人来灌我酒，我看见那个月悠悠蠢蠢欲动的样子，很无趣。我准备提前走，被那个月悠悠拦住，他直接和我表白，还说我不应该喜欢男人，我喜欢谁关他什么事？我不想搭理他，没想到他凑了上来，然后我伸手一挡，用了点力，他就倒了。一群人围了上来，我看他没事，就趁机走了。结果刚出去就碰到了那个白帽，他看见我眼睛一亮，说他还有个主意，然后他把我灌醉了，扔到了宿舍前的花坛里，叫默默下来接我。那天晚上证明白帽还是有点用，好不容易和默默的关系缓和一些。那个月悠悠又跳出来作妖，他居然拿篮球砸默默。那时我正抬头看见默默，眼见着篮球砸到他头上，默默被砸的都站不稳了，我差点疯了。我冲了过去，将默默抱了起来，疯狂地向医院奔去。好在默默没出什么事。后来那个月悠悠被抓进警察局，因为轻伤，最后只能道歉赔偿，还给他记了个警告。本来以为他能就此远离我们，没想到他一出门就开始发疯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他疯着疯着，默默突然就亲我了。一定是我追他这么久奏效了。那个月悠悠见我们太幸福，自己滚了。然后默默说会对我负责。默默是我的了。甜甜番外，沈墨视角，自从和周淼在一起，他毫不避讳。
走在路上都要和我牵着手，搞得全校都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了。更让人抓狂的是，周淼就是个贴贴怪，钻着空子就喜欢抱着我亲。我们专业课程都一样，加上在一个宿舍，根本逃不掉。之前他那几次乖巧听话的模样，像是错觉的一样，此刻全露出了本性。这会儿刚回宿舍，我正准备洗澡，拿着衣服刚进洗手间，周淼就从后面窜了进来。他一手锁着门，一手托着我的脑袋，急不可耐的亲了上来。我挣扎2下，被觉得死死的。他还腾出一只手，从我的衣摆钻了进来。才几天，技术已经老练了。正当我气喘吁吁站不稳时，洗手间的门被敲响。宇文瑞着急的问了句：“谁在里面？”还要多久？兄弟要尿裤子了。周淼像是没听见，继续发狠的吻着。我一拳捶到他胸上，用眼神示意他停下来。周淼才慢慢松开，唇上有点痛意，嘴巴更是干得要命。我整理了下衣服，最后将门打开。站在外面的宇文瑞捂着腹部的手顿住了，眼珠子转来转去，最后竖起双手遮住。你们继续，我去隔壁。